2003年的10月，我们搬到了横滨，开始了在日本的第2年生活。我很喜欢这个海边的城市，山下公园的蓝天与碧海，眺望远处樱木町的摩天轮，舒服惬意的大自然，一切都想记录在我的画本上。山下公园是日本的第一座临海公园，于1930年对外开放。据说山下公园是为了要处理关东大地震遗留下来的瓦砖，而利用这些瓦砖填海建造的公园。拍摄的这天，天气真的太好了。我一边走一边寻找想要捕捉绘画的场景，也拍了很多的照片。路边有很多长椅，可以在这里休息，吹着海风，看着远处的风景，很舒服，很自由。我坐在这里休息的一段时间，看到有散步的人、跑步的人、遛狗狗的，还有一对跑步的情侣，一起努力进步的样子真的很美好。我继续一边散步一边寻找想要记录的风景，除了有名的景点，我也想要捕捉一些生活的景色。这个镜头里捕捉到了长椅、树，还有远眺的海面。就这样一瞬间确定了我想要记录的画面，记录惬意自由的生活状态。用眼睛捕捉风景的同时，心灵也会给你增加一份感动。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的独一无二的记忆。
在山下公园的码头边停靠着一艘当时日本最高级的豪华游轮。日本游船冰川丸是横滨30造船厂于1930年建造的大型豪华客轮，在1930到1960年间横渡太平洋，往返日本和北美之间。于1961年停靠在山下公园，供民众参观。这个画面我是一定要记录在画本上的。我不断地寻找拍摄角度，以便于能把冰川丸的形态很好地刻画出来。其实每次看到这样复杂的场景，我都会有一些压力，能不能画好呢？这样的思绪也在我脑中徘徊。但是我依然非常期待完成作品的样子，因为挑战无处不在。回到家以后，我不断地观察照片，开始起稿。拿起笔的那一步已经开始变得有些艰难了。这游轮的形态复杂，构图还要画得好看，我还想细致地描绘船体的形态，每一步都艰难地前进着。画了好一会儿，我感觉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画面。好吧，擦去，重新再画。大家有时候看到我的作品很完美很漂亮，但有时候进展也并不是那么顺利，我要反复的调整，这就是手绘的魅力所在。我们不是机器人，不能保证所有的画面都完美的一一呈现，没有错误。
正是因为手绘是有温度、有瑕疵、有那么一瞬间的笔触表现，才让这画面更有意义。画着画着，我感觉并不那么复杂了，反而更享受其中了。就像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事情，前段时间我们第一次在日本搬家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。无法回想那段时间的经历，简直就像地狱一样折磨人。从找房子到搬家，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中间还要处理无数的事情。我们要面对很多第一次的挑战，用不流利的日语办理水电煤气的解约，把粗大垃圾处理掉，把之前的房子解约，还要去市役所办理迁移手续，解约网络，重新再办理网络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，又处于语言不太熟练的我们，可想而知那是多么的艰难。但是我们做到了，尝试了一下，原来并不复杂。现在回想上1个月搬家的经历，一切好像变得没有那么可怕，甚至还有一点成就感，那种突破的感觉很好。这幅船体的绘画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突破，因为想要记录更多的风景，我就要学习不同的绘画技法和形态的描绘。比如船体的上色也在一点点的摸索，怎样能更快速、更好地表现出来呢？生活就是每天在处理琐碎的事情，要学会和问题和平相处，这需要一定的智慧，也需要一定的勇气。人生总要有擦掉重来的时候，哪怕留有痕迹也没有关系，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向前。画完这幅作品，我又去看了冰川玩游轮。这一次，现实中的他和我的画同框了，我很开心。每一次选择写生，我并不是为了完成一幅多么好看的作品。对于写生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只要能享受大自然给予我的力量就可以了。所以我的写生更像是去充电。周末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背上书包，拿着写生的工具去寻找我想要绘画的地方。周末的山下公园人真的非常的多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感觉可能找不到适合写生的地方了。我继续的闲逛，一只可爱的柯基犬进入了我的视野。随着主人不断的扔球，它快乐地奔跑着。我真的有点羡慕它的自由和快乐。它想玩球的时候，就叼着拿到主人面前，这样主动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。
闲逛的小鸽子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。我看着前面的2棵树，它们就像画框的边缘，而中间的场景就像一幅大自然创作的美丽画作一样。突然有了绘画的勇气，我坐在草地上开始画了起来，不在意周边的人群，我只享受大自然给予我的力量。我没有记录太多的绘画过程，相机没有支架，无法拍摄绘画的角度，而这个过程却记在了我心里。不知道镜头什么时候开始移动了，慢慢地朝向了天空，云朵自然的流动，这样的画面也太美好了，而我就在镜头下画着画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画了大约2个小时，周围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我完成了山下公园的第1次写生，没有人打扰我，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艰难，而我记住的是那天的微风，天空飘过的云朵，可爱的柯基犬和前面树作画框的美丽风景。在这短暂的2个小时，我感受到了最自由的状态。写生的方式让我确定了很好的景色。回到家里，我完成了一幅更细致的绘画作品。拿着这2幅画，我又回到了那里，又一幅独一无二的记忆画在了我的本子上。我很感谢大自然赠予我的美景。